4架 AT3冲场，第3架分裂快速爬升，这是陨落队形，代表罹难飞行员将长留天际，不再回来。恭请总统致辞。徐大军上尉在执行飞行训练的时候殉职，让我们都非常的伤痛不舍。我要代表国家来谢谢他。这已是空军今年第3起失事意外，2名飞行员死亡，1人获救。回顾过去6年，空军就发生10起重大空难，造成17人殉职，包括前参谋总长沈一鸣，11位飞官折翼。这半年来，这边 AT3又掉，F16又掉，然后 F5也掉，那是不是每一次的失事，人为因素，总部就有一些作为？没有教官，没有足够的员额可以能够，光是支应训练这方面，那更别说他能够完成担负作战或者是一般演训的科目。我是觉得这个现象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。进云了，然后他就跟战管讲说，请求爬高，战管竟然还回答他 stand by， 后来那个人就殉职了。那你说这谁的错？系统性的错误。两岸局势紧绷，过去2年，共机已频繁扰台。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，中国更实施72小时实弹军演，出动176架共机挑衅海峡中线。每一次空军都要升空拦截，与解放军距离最近，任务最重，保家强军卫国，优秀的飞行员一个都不能少。这几天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。大军今年4月，刚满23岁。这段日子，从他进入中正预校、公军官校，到开始受训飞行，这8年来，待在我身边的时间不到1年，聚少离多。可是我不愿无悔，毕竟成为空军飞行员是他的梦想，更是我的骄傲。2022年5月31号，这天是空军官校102期11年班学员徐大军第2次驾驶 AT3单飞，在起飞回报飞机状况正常后，却短短3分钟内消失在雷达上。飞行员的训名叫做徐大军，他的飞行总时间是116小时20分钟，本机种的时间是24小时。就在2个月前，一架幻象2000在台东外海失事，飞官黄崇凯成功跳伞获救，但再往前2个月，上尉陈毅驾驶 F16V 型战斗机，在模拟海上敌军炸射目标演练时，坠毁嘉义东石外海殉职，他28岁。一条年轻的生命逝去，背后都有一位自责的教官。前空军中校张福明，1992年学飞，1999年换装 F16，多次奉派美国亚利桑那州陆克基地担任常驻教官，成为小飞官们的理想范本。我还记得他是苗栗人，客家人，很老实的一个年轻人这样。那经常来问我问题，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还很不错，所以我就常鼓励他。我说鼎成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英文读好，然后想办法到陆克基地，到美国这边来受训。外国月亮真的比较远一点。陆克空军基地是 F16的训练摇篮，国军飞官也会到这里受训，和其他国家飞行员竞技争取 Top Gun 的荣耀。高鼎成听从建议赴美发展，当天首次当领队，带领美军飞官做攻击动作，速度快到9G 压身。只听那些教官，那老美教官说，他就是在飞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就直接看那个状态，就知道他应该是已经
我们叫大肌昏迷，快速的、很短暂的，大概0.5秒这样做这个动作来，因为你这样盯住嘛，然后你的抗肌也在那个充气，这样可以减缓你的血液、你的脑部那个缺氧这样子。空间迷向与大居昏迷是驾驶新型战斗机永远不能松懈的2个课题，也是战机课程的重点训练项目。飞官需要透过离心机训练抗居动作，过程要用力绷紧肌肉，换气不可太快，因为会疲劳；间隔太久会昏迷。因为你是要攻击，你要加速，尽快到他那个位置。那你呢？一带那个瞬间，那个肌力会马上，你如果没准备好，你是会立刻睡着的。你可能睡着，你就不会再醒来。真的是，我当时一听说他在那边，然后发生了意外，我实在很难过，非常非常非常难过。高鼎成是陆克基地里唯一一位殉职飞官，而 Gold 是他的呼号。美方将基地门口大石漆成金色纪念。坠机是鲁洛理论，常有多重因素凑巧重叠所致。但2018年的汉光演习，一架 F-16在五分山坠毁，就是不该发生的严重人为过失。监察院调查发现，当天飞官吴燕婷受云层影响，2度请求爬高，却因为空军战管人员未详读实施计划，地障又认知错误，一直要吴燕婷 stand by， 最终发生撞山悲剧。那纪律方面的确有的地方螺丝是松，纪律在，规范在，你长官有没有确实的要求？如果部署没有按照那个规定去做，你有没有去加以这个惩处？还是说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？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事人自己他都知道那些规范，那他有没有按照的规范去做？除了 F-16五分山坠毁案外，前监察委员包宗和清楚看到第一手资料。2017年11月幻象坠机案，飞官何子宇回报大气资料计算机失效，但长机却没有转告战管，也没有派机伴随。此外，在此之前，何子宇因伤停飞8个月，训练进度严重落后，纪录表上清楚揭示飞行训练超出他的技术与体力负荷。空军航医却未呈报，但为何没呈报涉及机密无法公开？包中和能说的只有整体现象。身为一个空军，比方说飞官，他的这个标准那甚至他有没有说3高这都要严格的控管。军人在执行他的任务的时候，那是不能有一点闪失的。你只要一点闪失，敌人就不客气，就把你打下来。那如果平时不流汗的，战争的时候就会流血。2015年，因考量新一代战机重视肌肉量，修改了国军航空医务教范，以体脂率代替 BMI 值，超过25%体态就不合格。然而，在监察院新闻稿中发现，2017年第2联队95名飞官中，体脂超标就达1/3，也就是空军确实轻忽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规范。每次意外究竟有没有该例行改善的问题，空军亦不曾公布调查报告，常在新闻热度过去后，失去舆论的监督压力而被放下。若非坠机事件，监察院要调查，才有零散的资讯曝光。今年1月11号，就是对空军基地的 F-16飞官失事的事件上，其实就点出了一个可能的问题，就是这位不幸殉职的陈义成上尉。他虽然到嘉义基地报到已经有22个月，将近2年了，可是他 F-16换训飞行的时速却只有60个小时。正常来说，新进飞官从传统高教机的机械式操控转换成精密线传飞控的 F-16，要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完成90小时的飞训，但陈毅换训已快2年，飞行却只有60小时，每个月平均飞不到3个小时，训练时数少得让人匪夷所思。随着中共在西南空域的空中活动不断的增加，使得我们这个 F-16机队出勤的比率就会增加。如果那个现役部队的资深飞官
因为任务过于繁重，没办法全心支援新进飞官的换装训练的话，可能就会导致新进飞官换装训练的时间拉长。飞官人力压力不仅反映在因应升空拦截攻击影响训练，在国军确定天共66架 F-16V 后，加上现有战机，台湾将成为亚太地区拥有最多 F-16的国家，至少需要100名新飞行员投入。但成熟飞官养成耗时，怎么避免有机无人？专家建议逐步淘汰已经无法升级的幻象战机，释出飞官，同时广纳人才。不要忘了，有学长在。这辈子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飞，所以有人常常跟我讲说：“哎，你现在在哪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在地上，就是在天上。”邓文科 Duncan 开民航机已经10年，但在当机长之前，他是空军上校，担任过 F-16先进战术训练专案陆克基地总领队，呼号 Satan， 人称撒旦教官，上课以严苛闻名，1年可以飞250小时以上，只为带出更多 F-16的飞行员。我又飞了另外一个1000小时，所以总 total 是2000小时 F-16时间，那也是经由原厂认证。对啊，这个在中华民国空军史上，现在应该差不多10来个人吧。F-16飞行总时数达2560小时的邓文科，深知要带更多新手，必须要有资深全力协助，但现实就是人力不足，因此他担任高级参谋时，想比照美国空军944联队，在台湾推行后备役飞行联队制度。我们那时候大概20个左右的美国飞行员，它里面大概就有差不多3到4个后备役来指引我。那到现在已经专案27、8年了，我目前认识到最大的后备役已经升到3颗星了。当现役的飞行员不够的时候，后备役它就可以帮忙现役的飞行员去补足他人力不足。在军中最忌讳学弟管学长，944联队是独立单位，自己管自己，分为全职与兼职。全职执行工作的薪水与福利完全比照现役，兼职则是每个月派飞8天6架次，每年需参加最多48次额外训练，下班回归正常生活，甚至同时当医师与民航机师的大有人在。只不过邓文科当年的建议被束之高阁。我们当时因为看到美国后备役这么大的国家都可以用到这个样子，我们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不行？可是我们光是在空军内部讨论都出不去，没办法把签呈往上国防部呈的话，就更别说国防部要出去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门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国防部愿意把这个案子端出去，然后呢呈到行政院，甚至他还要跨部会的去协调交通部。许多飞官即便热爱飞行，但中校年限26年，上校30年，时间一到就会被迫退休，跟空军再无瓜葛，跑去飞民航，让桃园机场拥有最强战力。这个年龄上，然后说国防部很死嘛，可这些人技术还是很优秀啊，甚至他搞不好比现在这个教官还强。好，因为年纪的关系必须要退嘛。现在很多这种这个奇怪的规定，像例如说，这个军职人员，如果说你重新要这个雇佣他回来，空军长官退役以后来我们院服务，都是33、140这样的这个退役的这个飞行员，他们回来这个服务的意愿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。从管理人事禁用到薪资福利，甚至殉职的抚恤，需要跨部会协调，还要修法。但即便工程再浩大，不处理就是让迫在眉睫的洞更大。假设说以一个连队的形态，每个队，每个独立队里面，你可以设4个这种后备役的人，但是最起码你可以用薪水稍微高一点，然后再加上他领他的终身俸，然后呢，他如果飞超额了，再另外这个所谓的超飞时间来计算，那他可以飞到55岁，那他干嘛跑民航？曾经台湾 F-16飞官在美国陆克基地受训，参加炸射比赛，投弹目标只有1张桌子的大小，打到侧边就算击中。那个人创了什么记录？相信美军到现在那个是 unbreakable 的记录。空军的炸射啊，它是打到中间正十字架中心6枚，而且他当时在那边他去打的时候，他的身份他只是一个学员。
中华民空军的飞官的那个是老美的竖大拇指。这位传奇飞官现在在国航当机长，同时还有无数被迫升迁发展或年龄限制的飞官，都还想为国尽份心力。排除其他的因素不讲，假设后备役今天真的成立了，你愿意加入这个后备役吗？我愿意啊，但我不愿意在官场继续做下去。但是我觉得把这些东西交下去是我们责任。如果万一真的成立了，你现在还有那个心，愿意吗？当然愿意啊，开玩笑的。到现在到现在偶尔都还做梦，梦到以前的 F16，当然愿意啊。将近20年的战绩，F16这样，那我到现在我都觉得 F16才是我真正的职业。这些我愿意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，他们才有机会实践捍卫台湾的理想。面对冲突不断升高的台海局势，空军是前线中的第一线。当 The Final Countdown 音乐响起，我们需要热血优异的独行侠，一个都不能少。